在密集放风称未来几周内，最快下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访华之后，多家美媒近期给出了具体日期，声称布林肯将于6月18号访华。但美方一面摆出想与中方对话的姿态，一面又小动作不断，逢大事必炒作已经成为一贯套路。美方近期热炒所谓中国在古巴有间谍战的无稽之谈，美国商务部还以所谓涉伊朗导弹和军事项目为由，无理制裁部分中国实体和个人。美方缺乏与中方沟通的诚意，这个老毛病得改一改。6月9号，包括美联社、路透社在内的多家外媒密集释放消息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于6月18号访问中国。消息来源为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美国官员，但截至目前，美国官方没有证实此事。观察指出，不排除是美方故意试探舆论风向。1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了此事。关于你提出的有关访问，我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实际上，布林肯访华是去年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之一，但美方不断挑动中美关系的敏感神经，在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中国核心利益上进行挑衅，还在中国周边大搞小圈子政治，破坏布林肯访华的氛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近期的炒作符合外界对美国舆论战的一贯认知。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不少美国盟友也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因此美方也不得不对他们的呼声做出回应。美国方面不断的释放信息，美国希望谈，而不断的指责是中方拒绝谈，也把中美关系当前出现的一些波折，把美国身上的责任进一步的进行推卸。而同时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使中美在互动的过程当中，美国可以掌握所谓的更多的主动权，美国试图主导中美关系的走向，也是美方的明确意图。而另外我们会看到，美方刻意强调布林肯的访华行程的动向，某种程度也是要影响盟友和伙伴，来对他们进行安抚。苏晓辉表示，美国在主动塑造布林肯将访华的叙事时，也是对中国进行一种微妙的试探。美国希望看到中国的反应，如果中国做出妥协，美国很可能会得寸进尺。可以看出的是，当前关于布林肯的访华行程，美国的总体目的，即使行程落实，也是希望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当中，美国可以收获更多的利益，而并非现在美国有更多的诚意。外界注意到，说的比做的漂亮是美国外交的一个不良倾向。近年来愈演愈烈，美国很多盟友都表示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于是美国外交系统也经常说出一些场面话，但实际上搞小圈子政治的绳索却越拉越紧。9号，布林肯在访问沙特期间就再次声称，美国并没有要求任何人或国家在美中之间选边站，只是要表明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具有正面好处。苏晓辉指出，在中国近期成功斡旋沙伊和解的背景下，布林肯的此番表态试图重新设置美国霸权的中东议程。一方面呢，美国看到盟友是有选择的空间的，但另外一方面，很明显涉及到当前的中东战略布局，美国希望进一步的挤压其他大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影响力。在这一点上，美方的动向尽管加以隐饰，但是呢，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事实上，虽然美方缺乏沟通诚意，但中美间一直保持着沟通。对于美方多次拿两国高层接触说事，中方已多次表态。关键是美方不能一方面讲沟通，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毫无意外的是，美方这次一边对媒体放出布林肯即将访华的消息，但另一边又玩起了无中生有的老把戏。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周四引述匿名消息源，声称中国一直在与古巴进行对话，以在这个岛国建立一个新的间谍基地。同一天，白宫和五角大楼表示该报道不准确，但没有详细说明。10号，美国《纽约时报》又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称，中国在古巴进行的对美监听活动，早在拜登政府上台前就已经存在。观察指出，这些找补的说辞很明显是为了防止拜登政府引火烧身。对于美方的恶意炒作，中国外交部12号回应称，短短2天时间，美国官方和媒体在所谓中国在古巴修建间谍设施问题上散布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信息，再次上演了一出美国否定美国的闹剧。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无论美国如何造谣抹黑，都破坏不了中古之间的真诚友谊，
也掩盖不了美国对世界各国进行大规模、无差别、窃听、窃密的斑斑劣迹。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声称，目前还不清楚有关间谍的假消息是否会使得布林肯访华的计划变得更复杂。炒作间谍事件之外，美方还打起制裁牌。美国财政部近期以涉伊朗导弹和军事项目为由，宣布制裁部分中国实体和个人。中国商务部回应表示，美方做法缺乏事实依据，缺少正当程序，损害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美方应当停止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无理打压，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苏晓辉认为，美国自相矛盾的政策背后，体现的是华盛顿难以调和的对华政策一致性。简而言之，就是谁说了都不算。当美国政府不断地借反华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来收获政治资本的时候，反噬的效果也在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让美国的对华政策空间进一步被压缩，甚至让拜登政府所谓动弹不得。6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举行会谈，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签署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12点联合声明。洪都拉斯先驱报第一时间报道了中洪元首会谈的消息，形容双方会面极具历史意义。报道称，两国在今年3月26号签署建交公报。不到3个月的时间，洪都拉斯总统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洪总统首次访问中国，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洪都拉斯论坛报则以卡斯特罗总统今天同习近平主席签署19项合作协议为题进行报道，指两国在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正在升温。值得一提的是，当天中洪正式签署了洪都拉斯输华养殖水产品的检验检疫和兽医卫生要求议定书，标志着洪都拉斯南美白对虾获得输华准入。日前，中国海关总署已批准洪都拉斯9家养殖水产品企业在华注册，可开展南美白对虾输华贸易。这将促进中洪两国贸易发展，丰富中国市场对优质水产品的消费需求。南美白对虾不挑剔生长环境，抗病力强，口感不错，而且加工出肉率超过65%，是全世界第1大养殖虾种，也是洪都拉斯的支柱产业之一。根据统计，中国市场对白对虾的需求强劲，2018年人均消费量就超过了3.5千克。西方媒体也高度关注中洪元首会晤。路透社的报道关注，中国领导人在会谈中向卡斯特罗表示，坚定不移发展中洪友好关系，坚定支持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发展。路透社称，这是亚洲大国向寻求合作的中美洲国家发出的坚定承诺。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还提到，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在拉美扩大影响力，并多次警告各国不要相信中国的援助承诺。但洪都拉斯外交部长雷纳11号明确表示，与中国建交是主权行为。The decision of Honduras to recognize what the One Sole China principle is a sovereign decision of President Castro and her foreign policy. We don't see that this is an issue that will come or have any problem with the relation with the U.S. 深圳卫视注意到，中洪这次签署的一系列合作文件覆盖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贸易、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副所长孙延峰表示，这意味着从机制上确保了中洪之间未来发展的框架和领域。更重要的是，为双方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升了双方合作的信心。元首会谈已经为双方的政治互信的提升奠定了非常扎实的这种基础。据很多红方的官员透露，其实他们非常希望能借此机会加入“一带一路”的这个大家庭，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框架所蕴含的各种这种机遇。洪都拉斯希望派遣更多的学生来中国学习，所以实际上这应该是一个对未来发展有一个起决定意义的这个活动。洪都拉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塞拉托11号出席首届中国洪都拉斯高级别企业家交流会时透露，此次签署的文件中包含两国将成立2个工作组，以推进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工作和两国企业间合作。他表示，洪方非常期待同中方签署自贸协定，不过这需要更长时间研究各种细节，并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
塞拉托还表示，过去洪都拉斯产品出口中国大陆有相当一部分需经台湾中转，随着外交关系的建立，两国贸易得以更快、更直接的方式进行，这意味着更少的成本和时间，更意味着更广阔的机会。Y lo que es la Secretaría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de Honduras, donde poco a poco van a ir participando y van a ir analizando qué productos se van incorporando y todas las cláusulas que tiene un tratado que generalmente es de un enorme contenido. 中拉合作前景广阔。2022年，中拉贸易额接近4900亿美元，但中洪贸易额还不到16亿美元。这也意味着中洪经贸合作潜力巨大。实际上，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中国对洪都拉斯进出口总值达38.9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9%，其中进口增长229.5%。观察认为，中洪经贸合作推进速度极快，一方面是因为双方的市场和供应商都十分成熟，此前则是卡在了对接上。而3月下旬，中洪建交以来，洪方庞大的商务代表团比总统卡斯特罗更早访华，并深入多个省市洽谈商机。例如，洪都拉斯咖啡销售商米歇尔·巴拉达特在中国的超市货架上找到了来自家乡的咖啡，惊喜之余，却发现出口商是一家欧洲贸易公司。他表示，如今洪中两国已建交，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这样的贸易更可持续。洪都拉斯商界普遍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市场难找，中洪建交对洪都拉斯企业来说是一个新的、稳定的、巨大的市场，意义非凡。外界还期待多项协议签署后，两国合作能借机推进到更广阔的领域。洪都拉斯的小马拉政府非常重视基础设施，包括它要建立更多的这种公路、铁路和港口的现代化，包括洪都拉斯它希望能够就充分的利用它的水电资源，而中国企业在此前在图斯卡和这个阿雷纳水电站的这种成功的建造和运营经验，也使未来中洪在能源领域、在这个基础设施领域，我觉得都会有巨大的这种商业机会。6月10号，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荣约见韩国驻华大使郑在浩。就日前韩方针对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同韩国在野党党首李在明会见交流所作不当反应提出交涉，表明严重关切和不满。舆论就此次中韩外交摩擦指，尽管中国大使并未对韩国总统尹锡悦政府点名批评，但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站队美国反华阵营，已使中韩关系产生微妙变化。农荣向韩国驻华大使郑在浩阐述了中方对当前中韩关系的看法和立场，指出邢海明大使同韩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交流是其职责所在，目的是增进理解、促进合作、维护和推动中韩关系发展。希望韩方深刻反思当前中韩关系的问题所在，并予以认真对待，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积极努力。事件起因是在8号，邢海明大使同韩国在野党党首李在明就一系列中韩关系进行的交流。当时，邢海明强调，当前中韩关系遇到不小的困难，这其中责任不在中方，希望韩方在处理对华关系时能够摆脱外部因素的干扰。美国正竭力打压中国，有的人读美国赢，中国输，这显然是误判，没看清历史大势。邢海明大使明确表示，30年前就有人唱衰中国，抛出所谓的中国崩溃论。30年后，中国用实打实的成就证明了那些人的错误。现在赌中国输的人，今后一定会后悔。中韩应当珍视两国关系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本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紧迫感，推动中韩关系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尽管邢海明大使以未点名的方式向韩方发出善意的提醒，但韩国政府却显然是对号入座了，并将事件升级。9号上午，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张虎镇就此事召见了邢海明大使，还指责中国干涉该国内政。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希望韩国有关方面正确看待，把关注点放到如何正视问题，实现中韩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上来。在6月12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汪文斌再次就有关话题表明了中方的立场。邢海明大使同韩方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交流是其职责所在，目的是增进理解、促进合作，维护和推动中韩关系发展。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董向荣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
韩国方面对此事反应如此过度，使外界感到错愕。尹锡悦政府上台1年以来，重点还是加强跟美国的这个同盟关系，还有修复与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他提出来是这种以价值观外交为一个标志或者为旗帜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动向，所以他在外交上引发的这样的一些持续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1个多月前，中韩刚刚进行了一轮外交交锋。4月27号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约见韩国驻华使馆公使姜向旭，就美韩联合声明涉华错误表述提出严肃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强调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敦促韩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次约见起因于当时韩国总统尹锡悦正在访美，美韩在其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指手画脚。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时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谈及台湾问题时指出，玩火者必自焚，明明是韩方想跟随美国打台湾牌讨美国欢心，但遭到中方警告后，韩国政府却玻璃心起来。不仅主动对号入座，还将玩火者必自焚这句中国俗语翻译成烧死，误导民众，并以此为由召见中国驻韩国外交官。韩国 MBN 电视台报道称，尹锡悦政府自上台以来，同美国、日本越走越近，反倒与中国不断疏远，事态不断积累，以致最终可能升级为外交矛盾。韩国韩民族日报委托进行的调查显示，不同年龄段的韩国人都对尹锡悦政府背离中国的外交政策表示担忧。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就美方持续离谱炒作中方在古巴设所谓监听站事件，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反呛，一个自我矛盾的美国正再度展现，炮轰美方不遗余力想在中国与古巴间打进蝎子。您对此有何评论？好的，主持人。那么对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周不惜以媒体公信力作为代价，率先爆料所谓中方愿意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来换取在古巴建立瞄准美国，尤其是美国南部的所谓监听站的这个事态呢，我上周曾经在节目中评论，这是美方有人有媒体又在犯所谓的哈瓦那综合症了。那么虽然美国国家情报女总监已经在几个月前发布声明，明确哈瓦那综合征查无此症，那我当时也注意到，虽然一些个美国媒体和国会山的部分反华议员呢，他们跳得很高，但是白宫方面至少还算清醒。那么国安会发言人科比他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我读了相关报道，但是呢报道并不准确。没成想过了一个周末，哈瓦那综合征在美国政坛还是人传人了，而这一回跳出来的是所谓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但是呢，他的指控更加没有底线，因为呢，他将子虚乌有的监听站从英语语态的将来时变成了现在完成时。所谓对美国监听站已经运作多年，从2019年开始，所谓升级设施。那么哈瓦那综合征它的荒唐剧本怎么写呢？那位白宫匿名官员他的写法就是以己夺人，贼喊捉贼。众所周知，美国是全球第一监听大国。在我看来，早已经被鉴定政伪的哈瓦那综合征，再度在美国政坛人传人的这个时机，尤其值得我们去关注。那么当下正是美国媒体热议竞猜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行程最起劲的时候。布林肯访华被政治网站称作是所谓 long delayed 北京 trip， 是所谓延宕已久的访华行程。所以哈瓦那综合征患者跳出来在华府政坛人传人了。那么至于他的后续杀伤力呢，我们也不妨拭目以待。就中国大使邢海明在韩直言读中国书必定会后悔，韩方上周五竟召见中国大使交涉，第二天中方也召见驻韩大使抗议相关行径。您对此如何看？中韩这两个东北亚近邻相互召见对方大使提外交抗议，这是两国关系紧张现状的延续，也是韩美所谓对外关系中国风险挑战的再度放大与激化。就在上月底，邢大使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他就毫不讳言，中韩关系现状并不好，接下来呢还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显示呢这位大使对前景也不乐观。那么当下与未来都面临着压力与挑战，意味着中韩关系出问题了，而且呢问题不小。那么上周中国驻韩大使官邸发生的一幕，以及之后的连串的事态，再次见证了邢大使这一悲观
判断的它的预见性。上周，邢海明见韩国在野党党首李在明一行，本来呢是属于私人会晤，但是因为有韩国媒体人在场，在野党也在 YouTube 平台上全程直播，因而呢这场会晤具有了公共属性。邢大使就中韩关系讲的那番话，包括希望韩方能够摆脱外部因素的干扰，现在读中国书的人今后一定会后悔等等。虽然有些韩国人可能听来感觉刺耳，但是这番话其实无可厚非，也是大使面对韩国媒体他的一贯立场与公开表达。韩国舆论场上，甚至包括一些韩国高官，他们呢也不乏类似的声音，强调韩方应该正视对俄关系中的中国问题与中国挑战。比如此前韩国最大的媒体中央日报就曾经刊发社评文章，用了这样一个扎眼标题：既已巩固韩美日安全，现在呢应该管理好中国风险。韩报就敦促尹锡悦政府应该像美日一样来寻求与中国对话。而韩国副总理兼财长邱庆稿，他呢也在多边会议场合明确宣称，韩国从未宣布过要与中国脱钩，也无意脱钩，不能将加强对美关系理解为忽视中国。对韩国而言，对华关系仍然很重要。所以在发生了中韩互招大使这一幕之后，此时呢就特别应该来追问，既然中国大使已经预见到中韩关系可能会进一步走低恶化的风险，为什么悲观预测还是不幸成真了？既然韩国媒体、韩国高官也都在呼吁要管控对外风险中的中国风险，要应对所谓的中国挑战，但是为何这些个风险与挑战还是发生了？那在您看来，为什么中韩关系近来状况不断？深层次根源到底是什么？邢海明大使上周在大使官邸说，当前中韩关系遇到不小的困难，坦率讲，这其中的责任不在中方。就韩国对外关系出现中国挑战、中国风险，我认为它的根源就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他所反复告诫，致力规避摆脱的亚太区内国家的所谓选边站困境。因为呢，韩国总统在中美之间近乎一边倒的站位选择，甚至还搞出一些危险的对美的配合与操弄。那么这样一种风险与挑战被及时放大了，转而呢就对中韩关系持续带来巨大的压力。比如邢大使上周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关乎中韩关系的基础，希望韩国方面能够恪守承诺，切实尊重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核心关切。但是呢，韩国总统尹锡悦在访问美国的前后，为了争取所谓对美表现的机会，在台海问题上大搞各种的危险小动作，那么这就是在试图挑战中国对外关系中那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当然会让中韩关系持续承压。韩国前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魏胜洛前几天在韩国中央日报撰文，呼吁继续应对逐渐恶化的韩中关系。这位前内阁官员他判定，当下韩中关系亮起红灯，一个主因是韩国政府的亲美外交令到中方不满。魏胜洛为此提出5项应对建议，包括避免与中方发生争执，韩中各级要增加沟通，韩国确定对华政策方向，致力摆脱中美对决氛围之类等等。那么注意，这可是韩国前部长的具体的建议。那么尹锡悦政府仍然选择性无视吗？无独有偶，就在上周，当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沙特外交大臣共同见记者，那么当时呢，就有媒体在追问中沙关系升温，在美方看来是不是构成所谓的问题挑战？对此布林肯上周就回应，美方不寻求任何国家在美中之间选边站。诚如邢大使所言，放眼世界，确实有少数人、少数国家在追随美国对华竭力打压，那么在赌美国赢，中国输。那么就此而言，我们办好自己的事，全力推动高质量的发展，让赌中国输这样的误判早早的被证伪，这本身就是对邢大使的有力的支持，也是对全方位大国外交的有力支持。好的，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日前前往台湾，在其6天5夜的行程中，他先后与侯友宜、赖清德以及柯文哲3名2024台湾地区选举参选人见面。罗森伯格回国后，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借出席一档节目，表示美方希望看到两岸关系缓和。岛内舆论认为，美方释放出对赖清德台独倾向不满，不支持他成为麻烦制造者，因为两岸和平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拜登政府以及未来的美国政府所谓对台承诺都不会动摇。孙小雅于2021年7月出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是1979年该机构成立后的首位女性处长。孙小雅上任后，时常出现在台湾街头巷尾，在社交平台十分活跃。她曾透露，美国在台协会机构十分庞大，有约600人。台海局势这段时间这么紧张，其实广大台湾老百姓，非常希望两岸关系稳定，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那么谁要在这个两岸关系上继续火上浇油，肯定是要遭到老百姓反对的。也可以说他说的是一个场面话，也可以说他不敢公开的违逆党内的这种民意。我觉得他作为一个驻台的一个代表，那么他也应该欢迎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也应该鼓励两岸的交流与对话。在台期间，罗森伯格先后与侯友宜、赖清德、柯文哲3位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参选人会面。岛内舆论试图从罗森伯格的行程安排中解读美方立场，并认为这是一趟面试之旅。罗森伯格在抵达台湾的首日就表示，美国不会选边站队，并称无论未来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是谁，美国都将继续与台湾合作。不过，岛内媒体却指出，罗森伯格面试的首位人选并非一向以亲美抗陆自居的赖清德，而是国民党籍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罗森伯格选择在侯友宜的主场新北市政府与之见面，双方畅聊近1小时。最后，侯友宜亲自送罗森伯格到新北市的板桥火车站乘车。在见完侯友宜后，罗森伯格南下与赖清德见面。台湾联合新闻网的评论文章称，3位参选人只有侯友宜没有访美经验，和美方相对不熟悉。内媒体指，赖清德不但是台独金孙，而且民进党拒不承认9·2共识，根本不可能与大陆展开对话。孙小雅此番表态就是明着打了民进党的脸。观察指出，对于赖清德近期表现出的一些极端亲美甚至是甜美的表现，美方实际上并不受用。赖清德此前为讨好美国，表态称不容许台湾社会散播以美论，极不允许岛内民众对美国产生怀疑。美国在台协会当时就对赖清德的说法表示反对，声称这不符合美国的言论自由主张。有评论当时指出，赖清德是拍马屁拍到了大腿上。而赖清德迅速调整姿态，为消除美方的疑虑而修改了自己的两岸论述。他一改自己抗陆保台论调，声称要和平保台，淡化自己台独金孙的标签。但岛内媒体质疑，拒不承认9·2共识，却空谈和平。赖清德的和平保台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台湾旺报社评称，罗森伯格的行程不但是对台湾，也是对大陆传达美方的立场。这对一味抗陆、完全依靠美国保护伞的民进党政府而言，应是警讯。该报还认为，现在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都在积极表达想访问中国大陆的意愿，可以预期拜登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发言与行动会转趋低调、审慎，避免刺激、挑衅大陆。我觉着美国人对赖清德保持高度的怀疑是有依据的。那么他这个人就是在这个追求自己权利的道路上就是为所欲为，而且他很难控制。就是你看看蔡英文很难把控赖清德，所以说美国人对赖清德有担心。我相信很多美国人心里都是有数的。美国人到台湾来对这些人进行面试，首先要考验的是这些人谁最听美国的话，谁将来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我觉得这是美国要选择的，至于其他的对美国来说并不重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表示欢迎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和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与大陆展开对话，您对此如何看？此前我曾经说过，在当前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高度紧绷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出现脆断与擦枪走火，美国一方面在继续加大对华遏制力度与加快武装台湾的同时，另外一方面也在试图降低当前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的热度。其中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反复公开宣布不支持台湾独立。而孙小雅表示欢迎岛内3位参选人与中国大陆展开对话，这无疑是在不支持台独的立场上再向前迈了一步，
是在有意识地向中国大陆示好。不过我认为孙小雅的这个善意不仅经不起推敲，而且是在给大陆送上的这个馅饼中还有非常明显的陷阱。这个原则和前提条件就是有意跟大陆展开对话的各方必须要认同9·2共识，也就是反对台独，坚持一中。假如放弃了这个原则与底线，那维持两岸之间的和平与稳定的政治基础将会立马崩溃。这些年来，无论是蔡英文还是赖清德都反复强调过，愿意在不设任何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下来跟大陆展开对话。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突破一中原则的底线。因此孙小雅的这个善意并不是在帮助中国大陆，而是在暗中帮助民进党与台独势力，并将两岸政党与政治人物无法开展对话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大陆。那么，对于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公开声称认同和支持岛内出现的有关以美论的言论，你又是如何分析？孙小雅的这个说法，无疑给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断给蓝云扣上以美论帽子的民进党与赖清德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号称以民主进步起家的民进党，给批评美国的人随意扣上以美论的帽子，这就是在打压言论自由。民进党把美国视为了上帝，容不得半点批评与质疑，这就是典型的非民主的体现。民进党自己不敢质疑美国，还不允许别人质疑美国。事实上，在外交战略上，美国不仅会犯错误，而且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国家利益。这就是包括美国的盟友在内的相当多国家都怀疑美国的原因。在国共内战期间，美国就曾经公开抛弃过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为了跟中国大陆建交，美国也曾经抛弃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虽然保证将来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美国不会再度抛弃台湾，这样的美国难道不值得怀疑吗？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还认为美国是绝对不容置疑的，这显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所谓尊严，而是为了维护民进党自身在岛内不容置疑的政治地位。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